陈长官，这路途还远着呢，您睡会吧。啊，没事。陈长官，常听楚长官说起丁四桥那一仗啊，您救过他命的事儿。嗨，都是陈年往事了，不值一提。 这个弯道是可以利用的，车到这里必须减速，有利于我们下手。长官，炸弹放在这儿。停车。下车请进。委屈一下陈特派员，到后面的卡车车厢就坐。为什么？为了安全。如果遭遇共军伏击，这辆轿车一定是他们的主要目标。点火的时间按最后一辆卡车的距离来计算，炸最后一辆卡车。如果他们把主要目标放在后面一辆车呢？也有这个可能，不过概率很小。拐弯的地方路窄，车速一定会在这儿慢下来。第一辆车用手榴弹来解决。交给我了。好，你是护卫队长，听你的。请。后面车厢。为什么不让陈长官住驾驶室？也是为了安全。如果轿车遭到袭击，驾驶室也很容易受到波及。请。您看这样如何？想得挺周到啊，看样子是有备而来。原本就是这样计划的，谁想到楚长官把他的轿车借给了我们。陈长官，路已经走了一半了，您需不需要休息一下，舒展一下筋骨？不必了，咱们还是赶紧赶路吧。可是，兄弟们也要方便一下。陈长官都说了，赶路要紧，抓紧。谢谢长官。全体下车，原地休息。陈长官，这小子这么自以为是的，我得教训教训他了，要不然今后啊还不知道出什么幺蛾子呢。哎。 我们已经进入蒋家岭，前面就是贵军的防区，沿途都很安全。看样子肖队长是打算在这儿动手啊？给侯副官倒点水。你这可是在太岁头上动土呢。道家说。 太岁甲子神有60尊，不知道你这个太岁爷是哪一尊呀？今年太岁是至尊。好大的口气啊！莫非是凌霄殿里出来的？下凡5年了。
没想到侯副官也是 CC 的人。中央党务部组织科杜道藩科长在南京各部钉了60颗钉子，想必你就是剿总参谋部那颗。肖队长是个聪明人，选对了路，好好干。杜主任是不会亏待你的。你打算什么时候动手啊？我亲自上去动手。一会儿你就坐前面那辆车，车里有电台，你可以直接给杜科长发电报，就说已经得手了。现在汇报，太仓促了点吧？煮熟的鸭子还能飞了吗？全体上车！快！我们这次行动必须在5分钟之内解决。炸药一响，可能会引来附近的桂系军队，我们要留足上山的时间。如果不顺利打散了，咱们在后山的山洞会合。明白。大虎，你上山去，在那里隐秘观察。如果失败，马上下后山城，想尽一切办法找到师部，告诉他们，这次行动失败。明白。来了。行动。陈特派员，本来可以做个好梦，现在被噩梦惊醒了吧？你想干什么？想问特派员几个问题。回答完我的问题，我就让楚长官的车送你到任何你想去的地方。侯副官呢？已经被我干掉了。你们是共军？要真是共军，他们可占了大便宜，用几千人换你这个党国的大宝贝，值。很可惜，他们没有这个运气。你入桂的第一站为什么要去道县？桂系44师。去南宁见白长官，毕竟道县才44师，住1晚不是很正常吗？你告诉我，这个王占斌和南京的关系到底有多深？你去见王占斌，是有什么特殊的原因？黄埔系和 CC 系正在暗中角力。CC 系的实力不断的扩充，他们现在在中低层党的干部中不断的渗透，不知道现在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你这个特使。你是 CC 的人？没错。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为了壮大势力。你们这些不顾党国利益，为了自己小集团的私欲，我要去贵族那里去告你们。恐怕你没这个机会了。快点！停车！
共军！第一辆车里边全是士兵，全炸在里边了，不会有活口了。后面的卡车都是一些物资，没人。找。这怎么没发现？中校，连长，后面发现一个中校，国军重要参谋陈俊言。 活着，睡。再加上。自从接手捕俘任务以来，张岳林的心里一直有着一种难以名状的预感。此刻，这预感终于随着不省人事的陈俊言的出现应验了。 检查这个人身上所有的随身物品，不能漏掉一张纸片。是。走吧。走吧。下雨了。 伴随着轰然的耳鸣，肖少白意识到，原本计划向 CC 系靠拢以平步青云的坦途，此刻看来却像是足以将自己吞噬的黑洞。为了生存，除了爆发嗜血的狼性，他别无选择。 当然活着。起来，起来！你怎么还活着？但是，火光一闪，我就晕过去了。是前面这个人
做了你的肉盾，所以你才活下来。陈俊元呢？他怎么样？陈俊元怎么样？啊！陈俊元呢？找不着了。哪儿都找不着了。怎么会呢？你没干掉他？我刚准备开枪的时候，我就听到一声巨响，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。等我醒来的时候，我就找不到人了。那人呢？他总不会飞了吧？我想起来了，我震晕之前，好像听见有人喊共军。共军。共军把陈君言带走了。委托的特使落在了共军手里边。他可是在你手心里面的，啊！这煮熟的鸭子，到了的还是飞了，你要干什么？我杀了你，不但少了个见证，我死了，这个黑锅也得你自己背。杜主任一向只要结果不问过程。你灭了我的口，他也会灭你的口。你最后的结果不会比这些横尸的弟兄们好。你我这次死了也就罢了，既然还活着，那只有一条生路，找回陈俊言。我有无数种借口可以为我自己开脱，这个不用你担心。没有陈俊言，你做任何解释都洗脱不了你的干系。电文是人已到手，向杜主任汇报的电报我已经发出去了。你我没有退路了。放下枪，啊！放下！立正！立正！还没人！全体都有，齐步到。
啊，是我。啊，国明，还顺利吧？遭到共军伏击，陈特派员怎么样？什么？失踪？陈巨源失踪了？你闭嘴！你说你就算是拼上性命，也不会让陈长官少一根毫毛。现在不是一根毫毛，是整个人都没了。师座放心，卑职一定戴罪立功。是。是，参谋放心，老胡子我一定拼尽全力的找到陈长官。我要是找不到陈长官，我提头来见你。是。那怎么样？唐云山师长已经接到杜主任的电话了，他会安排一个机动营，今天凌晨就赶到这里。你那边什么情况？我楚正天，跟你一样，让我戴罪立功，戴罪立功。喂，啊，楚参谋长，你好，你好，哎，是我已经知道了。我下属3团1部在蒋家岭巡逻的时候，发现了现场，当时就向我报告了。战斌兄啊，这可是事关重大，已经惊动了委员长。陈巨源特使这次入桂，第一站就是道县，首先拜见阁下你啊。可谁料到，哎呀，是啊，所以还望老兄务必多多操劳。协助寻找，楚长官，在我的防区出的事儿，我当然责无旁贷啊！放心，我已经部署了，在各个交通要道、进山必经都加强了警戒，还增加了流动巡逻次数。哎，对了，我还禀告了白长官，正在等待指令。如果真是共军所为的话，这你也明白。后果不堪设想了。没有过湘江的共军部队已经被我桂军团团围住，正在歼灭之中。这件事只能是小股流窜共军所为，哎，要么就是山里土匪干的。对，一切皆有可能啊！是，放心，只要白长官下令，一切好办。好，哎呀，谢谢，那就拜托了。再见。懊恼、气愤、自责，中央军的内鬼 CC 系的卧底，打散的红军，异地生死未卜，自己又该何去何从？师总，中央军剿总第1路军93师唐云山师长刚刚给您来过电话，说要马上派兵过境寻找特使，请您予以方便。多少人？说是一个机动营，明天凌晨抵达蒋江岭3团防地。你告诉他们，多1个人不行，来的人只能干这事儿。是。哎，那个受伤的特使护卫队长叫什么？好像叫肖少白。肖少白。2位长官，我们团做备宴，给2位押金，有请。连长，福禄好像有些发烧。他这样怎么带他走啊？抬着也得走。可我们的时间就更紧了。提前走，凌晨就动身。好，大虎，收拾东西。拿出5片磨成粉，用热水搅拌。好。药浇好了，
现在温度正好。我来。检查写完了？检查写完了。检讨书。作为一名参加革命多年的老同志，你有多老啊？我老吗？我问你呢。不老，我不老。参加革命多年的，不能总是这样没完没了的犯纪律，特别是啊，作为我们这个革命战士，什么最重要？纪律最重要，因为纪律它是战斗胜利的保障。犯了纪律，革命就会受损失，对吧？革命受了损失，就打不了胜仗，打不了胜仗，革命就不能成功。所以说啊，每次我都要再三的强调战斗纪律，战斗纪律。我们只有遵守了战斗纪律，哪次任务我们没有成功啊？对吧？只有不认真听我交代战斗纪律的时候，才会出现那，特别是谭主任，你让我写检讨就写检讨，非得让我念，我直接交给你不就完了吗？行了，检讨书不是你写的，过来吧。交代任务啊！是。我红八军团34师，按中央总部的部署，在临陵去道县途中，结识一个南京派往桂系的特使。这可真不容易啊！总部电令我师，派出一支小分队，返回湘江东岸，实施接应，并迅速将俘虏押解过江之通道，要交中央总部。此人非常重要，他身上带有重要情报和电台密码，对我们非常有价值。所以，总部要求我们务必将此人完好无损地押解到我中央总部。一定完成任务？不一定。为什么？那得看这支小分队谁是领头的呀。你已经降职，当然是我牵头。所以我才说不一定嘛。你的意思是我牵头完不成？我的意思不重要，重要的是首长的意思。师部已经决定了，由雷武龙同志和杨振林同志任小分队的正副队长。雷武龙同志因为犯纪律，正在等待首长的处理决定。这次让你带错立功，我早就习惯了，把带错立功当做最高奖赏。别贫嘴，既然是带错立功，就会有所制约。一旦再犯纪律，杨振林同志有权随即取代你的指挥权。有问题吗？没问题。有问题。别得寸进尺啊你！说问题。小分队必须要配备一挺轻机枪，还要有足够的子弹。除了轻机枪，我再配给你2挺伯克曼冲锋枪。这在咱们队伍里可不多见。确实不多，我知足，知足。接着说，小分队的人选贵在精而不在多，15人左右，由我亲自挑选，范围是全师范围。
我要到什么人，你一定要给我。别瞪迷上脸。你挑人吧，我想办法。第一个人选就是师部的警卫员孙磊。开什么玩笑？孙磊是谭主任的，没问题。这是给你们执行这次任务的特殊待遇。小分队不能光着脚穿着草鞋翻山越岭啊！请首长交代出发时间和接应地点。给你们1夜时间准备，明天一早出发。是，一定完成任务。接应地点是湘江东岸，10趟以东30里平的铜山。2天之内必须赶到。去的之前我还以为要对你进行处分，没想到。我早就想到了，如果是处分的话，干嘛那么着急啊？大半夜把我找去，那肯定是有任务给我。雷子，我跟你说啊，你别得意，这次啊，要不是有任务，还不定怎么处分你。你小子给我添了多少麻烦？什么给你添麻烦？不是，二伢子，你鬼鬼祟祟跟着我们干什么呀？你要过江东？你怎么还在这儿啊？哦，二伢子，整编到我们营了。是吗？这小子我喜欢。哎，你们那连长呢？牺牲了。那小子是够勇敢的。我要跟你过江。那不行，我再也不能看着你们这帮小子在炮火底下乱跑了。我告诉你啊，我们这回过江啊，那是低着脑袋往老虎嘴里钻，你知道吗？我钻过，而且刚从老虎嘴里钻出来。你就带上我吧。我的外号叫跑不死。跑不死？跑不死怎么了？你过江的时候带电台吗？电台？我们哪来的电台呀？那你要联系的时候咋办？是不是得有个人跑来跑去给你传消息？二伢子，你想回江东，是另有用意吧？这次整编要把少工国际师的番号取消，红八军团的番号都要取消了。少工国际师被打散之后，大部分同志都留在东岸。如果我能回去找到那些幸存的同志，把队伍重新拉起来，说不定能保住这个番号。连长临死之前任命我担任他的职务，这是我的责任，我一定要把他们找回来。这事儿啊，老杨你考虑吧，啊。教导员，你就带上我吧。这半年多都没见油水。山多加菜。好嘞。老杨，老杨，你赶紧回去找10个人，我呀，另外再找2个去。啊，我早就选好了，个顶个。雷营长，你怎么考虑到我呀？问老杨了啊。走。哎，这想当年呐，那济南的大小饭庄，我就没有我没去过。这是不是吹牛啊？那要说最好的啊，那还得是汇泉楼。老熊，你就是去过御膳房，在锅里这还是那野菜糊糊吗？对不对？你就是天天给我们报菜名，把我们的馋虫都勾出来，你就不负责了。他就是吹牛，他说的那些菜啊，你别说尝了，他都不一定酱，不一定酱。你给我闭嘴！我告诉你，我当年给大厨当学徒，打过我手的菜，就没有我没尝过的。真的假的呀？吹牛的吧？三多，给他盛碗。哎，别，就你这点野菜糊糊还不够分的呢，你就别在这摆阔了啊！小子，我看你使机枪啊，就跟玩铁棍似的，都不用支架就能把飞机打得冒烟啊！比你在这冒烟过瘾吧？我捞着机会就过瘾。叫什么呀？熊大海。熊大海，怎么样？跟我到前面战斗去吧！你这么大个个子，在这做饭太浪费了。跟你谁呀你？我是谁？你在湘江边上不是看见了吗？我是谁？
你拉倒吧啊！你这样的我见多了，曾经啊有人请过我条件高，都给不了。你有多高的条件呀？啊？一挺轻机枪，不能和别人一起用，得我一个人专用。这要求是有点高。现在咱们团里好多人都还拿着梭镖、砍刀、机枪啥玩意儿还没见过呢。那我不管，没这条件我哪儿都不去。我就搁这儿做饭。毛委员不说过吗？革命不分轻重，打仗、做饭都重要。你小子还挺倔。看见没有啊？吓跑了吧？啊！你说你没本钱，你搁这儿瞎费什么功夫啊？啊！就这个。还没好，等会儿啊！这么久，来一段。当那个当，当那个当，当那个当那个当那个当，闲言碎语不要讲，野菜糊糊真正香。对，合进肚里缺饥寒，那脚板震的震天响，一路行军直往西，是冲锋陷阵打归来。班长，来点香油吧，我得喂喂它。接点水，有点生锈。这人都没油，哪来的油？归他呀！哎呀，看看这家伙，这是捷克 ZBR6轻机枪，咱们全军团就20来挺。哇！哎呀，这玩意儿，见过没？有油没有？你挡着！哎！他干嘛？这油吗？哎，你慢点！麻油。你，海哥，你刚才我说你这宝贝儿借我弟弟，你说没了，这一件机枪你就拿出来，你这不够哥们儿了你！滚，都滚一边去！这家伙真是。小子，抱好了，先替我好好慢慢的伺候他。伺候好了，到前面祠堂来找我，2团3营营部，我在那儿等你。这家伙带我来头啊！哎，看！滚一边！真的会我喂！贴了一路标语，看到很多寻人启事，感情都是你贴的。对，我找我哥，他也是红军。哎，妹子，部队啊，有的在打仗，有的在休整，有的已经过去了。你再在小镇站贴寻人，不一定能找着。是啊，不好找啊。对，不好找。姑娘，这人是你什么人啊？我哥哥。你哥哥？雷武龙？对啊。湖南的？是啊。黑黑的？对，你认识啊？我不知道你说的那雷武龙，是不是我们这儿那雷武龙？一定是，湖南的，黑黑的。他在哪儿呢？